值得注意的是，除专利诉讼以外，近期美方以337调查对中企调查的起诉越来越多。所谓337调查，指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有关规定，针对进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开展调查。分析来看，337调查是美国的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不仅立案门槛很低，而且杀伤力巨大。凡是被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将被禁止进口到美国及销售。一旦发布普遍排除令，除被申请人的相关产品，其他同类产品也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相比于专利诉讼案件长达2年甚至更长的审理周期，337调查的调查期限为12到16个月，对被调查企业来说挑战更大。应诉企业不但需要短时间内收集相关证据材料，而且还需要聘请熟悉美国法律的律师等，费用通常高达300万到600万美元，甚至更高。其实我们知道，在打压中国方面，美国一直是打一套组合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金融多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此外，采取列实体清单、贸易调查、司法执法等多种手段，具体在哪个领域采取哪种手段，一般是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前期政策工具是否有效来相继抉择。2018年3月27号，美国超市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请求，对包括爱比森、利亚德在内的10几家中国 LED 企业发起337调查，指控中国企业侵犯其产品专利，并请求颁布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由于存在普遍排除令，中国 LED 企业同行中只要有一家企业不幸败诉，连同该国其他同类被诉产品企业都要退出美国市场。这就意味着这场官司如果输了，中国整个 LED 行业都会跌跤。中国光学光电子协会也发布声明表示，超市公司所拥有的2个专利以防水为主要诉求点，并非显示屏核心技术，且没有实质性的保护效能。而中国多家 LED 显示企业具有该专利特征的产品，早在其专利提出前就已经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了。但即便如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仍然投票决定接受起诉方的申请，启动337调查。而受理此案的德州东区法院向来以审理专利诉讼案件而闻名，很多世界知名公司每年都会在这个法庭上作为被告出庭，其中不乏微软、三星、华为等行业巨头。深圳爱比森公司顶住压力，成立专业律师团，坚决应诉。近期，深圳卫视执新闻的记者专门前往爱比森在深圳的总部，针对这场应诉官司进行了采访。其实当我们在18年收到这个337调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确实是有一些慌张的，因为我们对于337调查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我们第一时间我们是找了美国非常专业的律所，然后呢，这个律所也做了相对系统的一个排查，然后对于我们应诉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费用，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的节点，以及包括我们的应诉的这种成功的率，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评估。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和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没有侵权的。还有一点，其实是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我们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规模非常的大，其实如果一旦被认定侵权，我们的代价会非常非常的大。爱比森的企业文化一直是诚信、感恩、负责任。我们从一开始基本上我们就确定对方其实是一个专利流往来的，基于我们对于我们本身产品和技术的这么一个信心，我们认为我们是需要去坚定的去打下去的。近5年的漫长马拉松应诉官司后，美国德州东区法院就深圳企业爱比森对美出口 LED 显示产品知识产权侵权一案作出判决。深圳爱比森公司的9个被控产品均未侵犯任何美国超市公司的知识产权，并确定所有美国超市公司声称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都是无效的。深圳爱比森公司还可以向原告美国超市公司追讨诉讼费用。当我们最后到上庭的时候，其实我们美国的总经理他是跟我们的律所一起去上庭的嘛。那在我们要选我们这一个陪审团的人员的时候，他
看到那个陪审团的名单，看到陪审团的介绍的时候，他是有那么一点崩溃的，给了我电话，然后说，李总，他说一群大妈，我们这么专业的一个官司，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官司，但是交到一群非专业的人员手上，我们怎么能够去获得这个胜利？我们怎么能够去说服这一群陪审团？其实我们当时是挺慌张的，是心里面是有一点没底的。当然最终的结果也是从专业上面让对方感觉这个公司就是真的，他说的就是事实，把这一群陪审团最终是说服了的。分析指出，这不仅是中国 LED 企业对美国337调查和德州地区法院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扫清了中国 LED 企业在美国市场以及全球市场上的专利障碍，对中国的出海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积极价值。在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知识产权的较量已经成为企业绕不开的国际博弈舞台。没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勇于亮剑的底气，企业将寸步难行。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企业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要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我们一场官司完以后，我们发现你扎扎实实的去做了你的产品，扎扎实实的去经营的时候，这个它就是真实的，它就是连贯的。其实你只需要把你这些呈现出来，你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一些动作，去或者去修饰或者去掩盖。当你一旦修饰和掩盖的时候，你反倒是让别人觉得你是不真实的。就是用美国人的思维去在美国去做市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像337调查的话，它是针对行业的。我们在行业里面，我们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话语权的。然后呢，要联合行业，大家一起来面对。